大二李灿，今天咱们就聊一聊李善均死亡事件。前天我下午在工作的时候，我老婆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大叔的演员死了。”我在当下脑子一片空白，什么大叔？过了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我老婆和我说的是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的一部韩剧《我的大叔》。然后我就赶紧问她是男的是女的，我老婆说是那个男的。这个时候我感到特别震惊，因为这个男的是我特别喜欢的演员。不能说我看过他很多作品，其实我只看过《我是大叔》，但是当时在看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他的演出。我紧接着说这个演员好像姓李，是不是？我老婆说是李善均。我瞬间想起来了，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好像突然一个扣子咔嗒一下扣上了，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今年好像看到他的新闻，就说他涉嫌吸毒，好像被调查了。我当时也没有特别在意，因为毕竟我喜欢看那部电视剧已经是很久之前了，好几年前的作品了。不过真的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局。其实说起这个死亡事件呢，首先我们让死者安息，中国人说死者为大嘛，不管他生前有怎样的纷纷扰扰，其实我觉得既然他已经选择了这条路，所有东西都应该停止了。所以纷争，所有的揣测，所有的甚至诽谤，甚至同情等等，其实对这个人而言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在这里其实我想主要说两点吧，一个可能是我大概了解到的这个韩国娱乐圈的生态，以及进而聊一聊就整个娱乐圈这个生态。第二点就是电视电影以及演员的关系。其实说到韩国娱乐圈这个生态，就是我们中国人了解到是非常的残酷的。因为韩国整体国土比较小，但是人口众多，这好像是整个中亚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人太多了，人多资源少，就会形成一个特别内卷的社会，所以会高度竞争，这种竞争其实是有毒的，所以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是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除非你摆烂躺平，什么也不想做，但是你一旦卷进去之后，你是完全身不由己的，所以这个竞争的压力非常大。韩国娱乐圈呢，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尤其如此因为人才太多，机会太少，所以大家肯定拼命内卷。同时好像经纪公司对艺人的压榨也挺是残酷的，因为中国有几个明星，他们之前是在韩国的这个练习生出道的，也还挺有名气的，后来回到中国了他们背负了巨额的这个违约金。但是呢，因为中国市场整体那个时候热钱特别多而且市场相对还是比较广大，机会更多，同时他们得到非常多的机会，非常多的金钱，对，他们过上了远远比在韩国的同道优渥的多得多的生活这点就是相对于中国娱乐圈而言，韩国娱乐圈其实非常难混。而且其实我近几年好像总是听到韩国的这些明星有自杀的事件好多都是顶级的明星，他们被卷入各种事情，男的女的都有，其实挺让人惋惜的，对不对？反观中国，好像就是明星的话，比如出现这些道德问题，吸毒等等，嫖娼等等，最多就是从这个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很多因为他本身已经赚了非常多的钱就算不去这个当演员做艺人，他们的生活还是非常优渥的。比如说之前的这个郑爽，对不对？还有之前有些明星涉及很多事情，但是没有听说他们选择了这样最极端的手段这可能和整体环境有关系。但是呢，咱们说回这个娱乐圈这个事情，其实娱乐圈它是一个社会一个极端的反应，就在这个圈里头有一大帮非常漂亮的男男女女同时非常有才华，但是呢，同时这个地方诱惑特别大，因为来钱太快了，你可能轻易的只是拍了一点点电视剧等等，做一点节目，唱一首歌等等，你就能赚来一般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空虚感，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整个环境是这样，整个圈是这样的，甚至中国人通过改变娱乐圈中的圈的发音，把这个问题的本质呈现的淋漓尽致，把圈改成了卷，其实是同一个字儿，但发音不一样，
意思完全不一样啊。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头，圈就是猪圈，非常肮脏的、龌龊的这么一个地方。大家想想看，猪在泥浆里翻滚能有多干净，对不对？当然，所有问题其实我们不身处其中呀，是看不清楚的。很多事情都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们不身处其中，很多问题也只是揣测而已。我们并不能完全真正的看清楚其中的是是非非，其中的一些或是善的，或是恶的，或是丑的，或是美的，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猜想。其实第二点我想聊的就是演员与电视剧的关系。就这个李善均，其实我能记得就是他演的我的大叔。其实在我的记忆里，就他就是我的大叔里头那个角色，就是永远那么丧丧的感觉，挺可怜的，因为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中国有一个词儿叫做人善被人欺，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是他是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没有特别大的权利，但是呢，他的上司呀不断的去压榨他。另外一点，他的上司同时出轨他的老婆，这样的人生真的是很惨啊。但是呢，在当下我看的时候不觉得他很惨。为什么？因为我反倒对他有共鸣。不是说我有这样的境况，就是说他其实反映了我们大部分人在社会里生活的心态，在社会里生活的状态。就是事业好像也不如意，家庭其实也不如意，他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同时呢，在里面他遇到了一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身世很可怜，但是有一股非常坚韧的力量啊，好像在默默的在支持他，照亮他灰暗的人生。这其实就是感觉给我们所有这种在日常生活中过得挺惨的、挺痛苦的或者挺无畏的人带来了一点慰藉吧。所以这个电视一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因为那是我一段非常灰暗的人生时期。我觉得自己人生的前路在何方，我完全不知道，每天只是混日子。突然之间啊，有个人其实和我一样呀，他甚至比我更惨，但同时他有一个人能带一束光给他，我也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能带一束光给我呀。所以这个李善均和这个电视的主角朴东勋，他两个就合二为一，在我脑子里永远留存下来了。但李善均他本人未必，他只是一个演员，他出离了这个角色之外，他其实未必是和角色一样的人。他的人生究竟是怎么样，他的性格究竟是怎么样，他走到现在这一步是什么样的原因，其实我都不得而知，我也无从得知。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在意，我只是觉得挺可怜的，人就突然之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感想，就是我们人好像总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特别重要的存在，不管对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要假如觉得自己挺有能力的，对整个世界好像都是特别重要的存在。但是某一天你突然之间离开了，意外离开了，或者自然离开了，其实整个世界可能都会因为你的重要性啊，对你进行一定程度的哀悼。但是再过几天，你这个死讯就再也没有人会想起，再也没有人会想起曾经存在过你这么一个人，除了你身边的至亲之外。我觉得真的生而为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挺虚无的。